AH-64E 很少会自己跌下来。我的推测，它遇到了肩射飞弹。这种单兵肩射的防空飞弹只有3公里的射程而已，非常的短。已经有超过30架美军的飞机被击落，其中大部分是MQ-9。川普连续2天打电话给尼坦雅胡，代表他 very care， 他很在意这件事情。你不要再打了，我们好不容易要停止了，我已经在国内满头包了。我对这场战争，他只差没有自己讲出来说，我现在急着要庆祝我自己的生日，好吗？3个火线话题，赶快来请我们的来宾，等一下来帮我们做一个解答。这一波的美伊战事，我们看到伊朗的方面又在发动了强烈的攻势，一口气发射了30枚的弹道飞弹，甚至传出他还锁定了这个是核设施哦。这个是迪莫纳核设施，这是战术报复吗？还是对以色列跟美国发出我仍具备全面打击能力的一个战略宣示？第二件事情是，除了伊朗攻击美国跟以色列之外，现在还加入了胡塞组织，真主党有没有可能同步出手，还在全线的做观察。现在整体的战线在针对于以色列的部分，已经从北部延伸到南部，全面铺开，多方面的饱和攻击之下，以色列引以为傲的铁穹防空系统还撑得住吗？第二件事情是这个，第三件我们来看到是川普打电话给纳坦雅胡，着急着说别再打了啊，不要再激怒伊朗了。表面上它促成了停火，但是双方留下再打就反击的一个伏笔，这是暂时性的按耐住它吗？还是只是在为下一轮更大的冲突来进行准备呢？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中东战火这一次，我们看到没有和缓下来，几乎还是准备全面开打的状态。伊朗跟以色列在4月停火之后，正式的正面交手，已经从有限的报复，现在我们看到整体战场往多点互轰来前行了。导火线是以色列率先空袭了黎巴嫩的南部地区，随后我们看到伊朗立刻展开了报复，向以色列发射了至少10枚的飞弹。结果呢，以色列又在报复，这一次是对伊朗的西部、中部军事目标做空袭，也打击它的南部地区的一座石化设施。伊朗的攻势还不仅仅如此而已，我们看到革命卫队立刻是展开了大规模的攻势来做大反攻。从6月7号开始，伊朗对以色列发动了30枚弹道飞弹，打击范围涵盖了以色列的北部、中部、南部，包括了耶路撒冷的上空，都传出了各式的爆炸声响。我们看到这个飞弹击落的方向跟位置，包括了在以色列的北部，还有在约旦河的部分、南部的沙漠地区，还有多座的空军基地。重点来了，今天特别关注到的是在以色列的这个迪莫纳的这个核设施哦，因为呢，迪莫纳核子研究中心是以色列它目前为止最重要的核子研究中心所在地，所以呢，看起来似乎也是在威胁以色列。另一方面，现在更关键的是，伊朗除了自己去打这一场战争之外，是不是背后还有其他的援助？包括2个组织，第一个就是胡塞组织也加入在战场了。胡塞组织最新祭出了包括对以色列发射飞弹，还说接下来会持续的来封锁，大力道的封锁红海。另外一个就是黎巴嫩的真主党，如果再加入的话，等于说我们看到以色列面临的3线压力。首先，北线是来自于黎巴嫩的攻击，再来东线有伊朗的飞弹攻势，南线等于是有胡塞组织跟红海也都被阻断了。这一波攻势，伊朗对以色列发动了30枚弹道飞弹，涵盖了以色列的全境，还包括了这个迪莫纳也遭锁定。怎么看这一波非常强烈力道的攻击？舰长。首先，我觉得这一次伊朗一次打30枚哦，他在传递一个讯号，就是我有足够的能力回答你，你别以为我没有力气了。这个弱的国家哦，如果说被人家打得不敢讲话，那强的国家更是打你。你要就像打架一样，那个小个我今天小个子，你很强壮，你知道我怎么跟你打架哦？我就会表现出那种我不顾一切，我不怕死，我要跟你拼命的样子，你就会怕我。如果说啊对不起啊，我求饶，那对不起你就只有挨打的份。这是一个，这是中东大概伊朗最表现出来。那你说伊朗到底他有没有能力继续打下去呢？他当然有，因为他是弱国的想法就是我跟你撑到很久，他也知道这场战争他一定要撑下去，撑下去他就有不败的机会。那目前看起来他这个战略目标是达到了，但是你说他会去拼吗？最近我看到很多这个伊朗的人民啊。
尤其这个媒体喜欢去访问一些伊朗的一个很漂亮的一个这个家庭主妇女生啊，我们一定要拼到底。这个是一个叫做战争的时候社会上的激情哦，很容易就是撩拨起来，就是我表现得很激情，大家就抱你。谁敢在媒体访问说，对我认为不应该打，我认为我们应该跟他谈判，很少人敢这样讲。但是问题是，不是那个家庭主妇在做决策，谁在做决策？以伊朗来讲，是伊朗的高层。我今天如果在伊朗高层，我第一目标是要活下去，知道吧？我第一个目标是要活下去。活下去，表面上是国家要活下去，其实是我们这些政府要活下去。再说政府要活下去，是我们这些高官要活下去。再说我们这些高官活下去，其实你知道这些高官的小孩子可能都在欧美留学，哪来的钱呢？你们把他们通通叫回来吗？所以他们当然是希望说不要打下去，这是伊朗的一个政策。那现在所有人都说这种变数很多。其实我觉得我很少看一个战争像中东这个战争像这一次这么明确的。我说明确是什么东西啊？这个战争美伊是两个在打的嘛，伊朗他绝对不想打。我刚刚跟你讲的那个人民的话不能听的，你要听那个高层的想什么。那美国呢是川普。今天你只要站在川普的立场去讲，今天如果美国不是川普这样的人，像那个拜登以前，我不敢讲，因为后面是一群人在那开会讨论。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川普这个人会听谁的？他谁也不听啊。他说今天打就是打，他说停就是停。所以当一个角色是在一个就像川普这样的独裁的时候，你只要跳到他的立场去想。我为川普想了很久，我想不出一点支持他打下去的理由。他一定要停战，但是现在为什么停到现在还这么麻烦呢？就是因为以色列，以色列是一个大变数。除了以色列之外，中东的地方的战争的停哦，不管什么时候谁跟你讲说停，它都是一个很脆弱的。为什么？好比我这样举个例子，南韩、北韩现在打起来了，当双方说停，基本上这就停了，因为那是一个国家的叫做体制内的军队。一个命令决策停就停。中东那里呢，真主党、胡塞组织、哈马斯，你叫他停他会停啊。昨天好比说我是哈马斯人，昨天我的家人结果一个炸弹还炸死了。我今天扛了一个火箭弹，我就可能冲到这个特拉维夫，包了一个炸弹，我给他去炸死。就他那个不是一个正规军，所以你要想他完全停，真的是有困难的。尤其以色列这么强势，又有这么多的在那里产生这么多仇恨。所以你知道真正的困难在他想完全的平静不太容易，而且以色列一直逮到了这个借口。你看他又打我，对，哇，所以我就要打他。那以色列是真的不想收手，因为他不能够后退，他后退他会倒大霉。因为伊朗如果在这一次让人家觉得他胜了，然后美国撤了，然后整个伊斯兰国家才发觉，哇，美国也有这个打不动的时候。那不就是我们消灭以色列的机会吗？所以我可以告诉你，以色列不敢停。但是以色列的纳塔雅胡可不可能改变川普？大家去想，如果他能够改变川普，这场战争可能会扩大。如果川普这个人根本不管你谁都改变不了他，这场战争一定会慢慢收敛。但是全部停战，几率也不大。好，所以现在这一场战事看起来不想停也不愿意停的以色列还会继续的打下去。那除了说伊朗跟以色列大家互轰之外，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嘛，现在以色列的威胁包括来自于东线的伊朗，那南线还有现在确定已经加入的也门胡塞组织，再来就是黎巴嫩真主党，如果再加入的话，等于以色列的北线也被包围了，3线包围，那释放什么样的讯号？那以色列的铁穹会不会再一次的撑不住？上这个又怎么看？首先呢，这个又兴起这个战火是在6月7号、6月8号，在我们录影的今天6月9号的稍早，以色列已经宣布停火了哦。那以色列是他们的这个中央司令部表达说，这是他们宣布的停火是一个痛苦，他觉得对于以色列来说，以色列已经遭遇到痛苦的回应，所以呢，现阶段的部分他暂停，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突然的部分哦。所以然后川普也立刻在今天6月9号大概中午左右，就是快深夜的时候，他的 X 当中也表达说，以色列、伊朗正在寻求停火。那么他提到说，最终的这场谈判的结果，他一定会完成，但是这中间一定难免会有一些无知跟愚蠢的阻碍。所以这里头看得出来哦，但是有点让大家意外。
那这也是某方面来讲，就是说在对于今天亚洲地区的股市的影响，发现就突然停火了哈。就表示说，以色列基本上虽然前面打了2天，它基本上它是个报复行为。我们知道以色列在这一次的战争当中，基本上谨守的一个立场，除了在这个荷姆兹海峡相关，它会有一些主动性的攻击。那么主要也是为了荷姆兹的这种防御性的攻击。除此之外呢，跟以色列之间的这个部分的战火，基本上都是以色列先打或美国先打之后，他才回应。在这次其实也是哦。所以首先我们在这次突然6月9号的稍早宣布这个就戛然停火，这个是伊朗哦。所以首先我们就可以理解到，果然这一场跟美国的谈判还是在继续推进当中。如果没有推进，大家就撕逼了，就撕开了，就已经打下去了。所以这里头有2个非常重要的讯息。首先，第一个很清楚的，就如同刚刚机长所提到的部分，伊朗基本上是无意再继续升高战争。我们从他突然喊停火是可以了解。第二个部分是这里头其实要特别注意，在这个无论谈判来讲，或过去大家全世界关注的这场战争，主要是美国跟伊朗作为这个主体性。好，这个主体性双方没有再继续的这个开火，这个有重火在打，但是现在回到原先在波湾当中的真正的真实的主体，就以色列跟伊朗。对，那以色列跟伊朗本身来讲，它不见得有能力蔓延到整个波湾跟周边，因为如果是以色列跟伊朗打的时候，很可能其实包括沙特、包括阿联酋等等，就不会站在以色列这边。这跟美国跟伊朗在打的时候，中东波湾很多国家跟美国，所以这个整个战争规模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呢，当然现在以色列宣布暂停停火，是为了跟美国的谈判能够顺利在推进。然而，你觉得以色列能够真的就不继续再打伊朗吗？不继续去干扰或终止这场在推进的这场谈判吗？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其实川普在刚刚我们电视墙上看到，他其实已经在整个一开火，以色列跟伊朗打的过程里头，他不断的要求以色列要克制，以色列要停火。所以这里头可以看到，以色列作为一个干扰现在这个具体谈判过程，这是川普非常想要的，美国非常想要的，甚至应该是伊朗想要。可是看起来以色列没有要轻易的罢休，而且从内塔尼亚胡在前1个礼拜的谈话当中，他其实都是充满了战力。而且大家不要忘了，因为以色列的议会先前才刚刚通过这个绝对性的这个部分，基本上是否决了内塔尼亚胡当中的很多先前的一些备战的准备。所以事实上，以色列内部的民众究竟是跟纳坦雅胡站在一起，也是要打伊朗，还是这个真的以色列内部，大家也开始希望能够有一个停火的可能性。所以看起来现在停火本身，以色列内部也好，伊朗本身也好，美国的意愿也好，达成谈判，现在看起来应该就是中东乃至全世界，包括资本市场，大家共同的期待了。好，所以这关键点是这个纳坦雅胡至今还是不想要停战。那川普急了，这时候打了2通电话给纳坦雅胡，那是不是也希望说能够立刻的停火？这是一个最新消息。另外一个最新消息是我们刚刚收到的是美国的阿帕契在这个荷姆兹海峡坠落了，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目前细节还没有出来，但是这个是这个中东战事爆发之后首次阿帕契掉落下来。那请华干哥来看，如果舰长等一下要补充，也帮我们补充一下。好 ，AH-64E 啊，像这样子的系统很少会自己跌下来，但只有2种可能，一个可能就是后勤，什么后勤呢？就是因为 AH-64它是武装攻击直升机，那大家要知道，直升机在沙漠地带的环境里面，可是美军在这方面已经非常有经验了。从2次波湾战争的结果，他们对怎么样预防沙尘暴以及飞机出勤之后的维修，其实老实讲一句，美军在这方面是全世界最有经验的。可是现在你航行的地方是非常敏感的，叫荷姆兹海峡的上空，为什么？因为大家常看到说，哎呀，美国又拦下了伊朗籍的油轮或是货轮了，打中机舱，用什么？用地狱火飞弹。你对一个民用船用地狱火飞弹这种东西是谁在干的？就是阿帕契直升机在干的。那所以说，它在海峡上空的这个勤务是非常吃重的。那今天突然掉了一架飞机，它从整个海峡上空掉下来，
你会认为是它基建故障吗？是因为它遇到了沙尘暴吗？我的推测，它遇到了肩射飞弹，也就是单兵操作的肩射飞弹。这一种武器在我们上次 F-15被击落的那件事情里面，我们就已经提到过了。为什么？因为你飞太低了。那因为这种单兵肩射的防空飞弹只有3公里的射程而已，非常的短，那代表说你飞得非常低。那武装攻击直升机 AH-641阿帕奇就有这种特性，它专门是低空盘旋的，但是它不是专门挨打的。也就是说，如果你要知道这种先进的直升机，我们中华民国也有，当它被飞弹锁定的时候，它会警告的。它会 alarm 的，它会告诉你说你已经被锁定了。它跟先进的战斗机没有两样，但它仍然被击落。我现在判断它被击落，而不是意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单到现在是没有讲它的那个结果，但我认为它是被伊朗的革命卫队的在当地的防卫的武力给击落的。如果连这种攻击直升机都这么容易被击落的话，那你接下来美军就会被击落更多。为什么？大家知道已经有超过30架美军的飞机被击落，其中大部分是 MQ-9，也就是 Reaper。它 MQ-9这种就是死神无人机啊。老实讲一句，他们在波湾用的是最多的。可是这种无人机不是自杀无人机，很贵的。对，一架要多少钱？一架要2000万美金，已经掉30架了。川普7号打给尼坦雅胡，8号再打给尼坦雅胡。你认为川普是很耐烦吗？他很不耐烦的。为什么？你看，你又打他了，你又打伊朗了。我是总理啊，我请你先不要打，我们已经有进展了。结果你连续2天都打他，你让我很难做人嘛。不是吗？所以可以让叫得动川普连续2天打电话给尼坦雅胡，这代表什么？代表他 very care， 他很在意这件事情。你不要再打了，我们好不容易要停止了。为什么？我已经在国内满头包了，好不好？我对这场战争，他只差没有自己讲出来说，我现在急着要庆祝我自己的生日，好吗？6月14号快到了，那才是我现在的重头戏。为什么不可以让我亲近一点呢？你认为他真的是就是说他真的在支持以色列继续打吗？我跟你讲，川普是非常自私的。他现在一心一意准备他自己的生日，还有美国国庆，他的脑筋的精力全部放在那上面了。所以希望伊朗跟以色列之间不要节外生枝了。好，我们最后1分钟，我们请舰长帮我们补充一下，因为这个战斗机你看他的战斗机飞行员坠落时他都会弹跳出来，对。直升机为什么不弹跳？当然不能弹，它上面有个旋翼，弹起来当好战头，所以它不能弹跳。那他如果人物降下来，他却不死，2个人都没有死他不是伤得很重。如果他是导弹打的，通常他会爆炸会死掉。是。那所以可能是无人机打到他旋翼，可能是一个炮弹过去打到他某一个地方，你知道，就是他没有全毁，所以他下来之后2个人还活的，这是我目前的判断。至于他会不会故障，不知道，目前看到的资讯完全找不到。美伊战事，今天带观众朋友持续来关心到是伊朗击落了敌军这一次呢是第2架的美军 F-35，为什么突然间紧急迫降了？等一下我们会有比较详尽的一个解析。另外呢，在此刻伊朗秀出的就是它的迷你潜舰伏击了荷姆兹海峡，等一下也会一起来看这个潜舰。那川普想要修理伊朗，但是德黑兰没有想到他先送了惊喜。好，在留言板上，观众朋友可以先留言给我们说接下来的美伊这场战事到底谁可以撑得比较久？如果认为是伊朗的，可以写下1；如果认为是美国的，可以写下2，来跟我们做更多的互动。这一次川普又再度的开骂了，我们来看他怎么说。他说，伊朗当局对美国的和平提议的回应根本是垃圾美伊停火现在已经是可以说只是靠着维生系统在硬撑着了，也换句话说，是不是随时都有可能爆发下一场战争呢？因为川普马上有了动作，召集了国安团队正式的来开会，研拟接下来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要对德黑兰他如果不听话的话，要来稍微修理他一下，这是川普说的。接下来可能做的行动包括恢复自由计划、护航荷姆兹的行动。第2件事情说呢，对伊朗还没有
遭受打击的25%的目标，可能接下来美方就会重启大规模的空袭行动了。川普说完之后，我们来看到伊朗怎么回应。这个是国会议长说，伊朗的武装部队已经准备好了，严厉的要来做回应。有任何的攻击，敌人将会感到惊喜。而军事行动上，马上就有了大动作，在荷姆兹海峡部署的。今天特别来看到这个是国产的加迪尔级的迷你潜舰，随时要用上场。它可以做的事情不是一个正面迎战，而是它可以偷偷的潜伏，并且贴近航道之后，甚至是布设水雷。现在担心的事情是，它会不会把这个迷你潜舰搭配其他的一些一些武器，不管是无人机、飞弹，来做一个联合的作战。那川普接下来说要修理德黑兰，他又可能会采取哪一些行动？大使怎么看？对，现在就是说，事实上，荷姆兹海峡现在这个伊朗封锁的范围不大，所以美国几次试图想要突破进入荷姆兹海峡伊朗封锁的水域伊朗就用发射这个导弹的方式美国伊朗都说击中了2艘，那美国就是不吭气，可是呢，美国立刻就溜了，所以美国不敢在那个水域跟伊朗怎么讲这个正面冲突。只要是那个地方实在是一个死阵那个阵你一进去你知道你再强的武功你进去你也是怎么万箭穿心，因为水域太窄了，而且这里面伊朗有它的这种所谓的地对舰导弹这种地对舰导弹的话，20公里200公里射程就够了，因为那个海峡没有那么宽，对，它只要从陆基发射，你就很难逃过去。所以美国几次试探都是一打就跑，那一被发现一打就跑，那有没有被击中，美国也不说。不过现在就变成就是说，不管是迷你潜舰、水雷、无人机那基本上都是在这个小的范围。那小的范围，美军舰艇不进去的话，你也无用武之地。你这个小潜艇，你也不敢出自己的封锁范围。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伊朗基本上它的所谓的秘密武器还是那个超高音速导弹，那可能是比较精准的这个地对舰的导弹或者空对舰都有可能，那可能就会对美国在这个阿拉伯湾里面这里面的就阿曼湾之外阿拉伯海的这些现在美军的这些封锁这个荷姆斯海峡的主力的部件它可能会加强攻击。其实过去它一直在攻击，从来没有停过。可是我觉得伊朗基本上也不想把这个战争提高到你把一个美军的主要战舰你击中它或者击伤它。因为这一定会造成美军更大规模的报复，这种报复的话，对伊朗来讲，它不是他所预见的。所以如果美国是小打的话，25目标由它重新打的话，而不是说停战以前那种密集的打法的话，伊朗还是怎么样等比的报复。那可能会有一些新的导弹，可是它要造成的伤害跟造成的伤亡伊朗还是会控制的。因为你造成太大的伤亡跟伤害的话，那回过头来美军就要加强。那所以就伊朗的这么长时间一个打法的话，我觉得它会有新武器出来，可是不见得会增强对美军或造成的伤亡或者那个对美军的敏感目标它也不会轻易攻击。所以我觉得这场战争基本上关键还在美国。你看川普说基本上人家是靠维生系统撑着也好。可是你要打的时候，你都说稍微修理一下，以色列、伊朗就会稍微回应一下。原因是什么呢？油价，还有美国国内的反应。倒不是说还有就是怕牺牲。所以这3点存在的话，川普就会稍微轻轻点到为止，点到为止。好，这个是美国的动作，也还是有非常多的顾忌主要是担心这个油价高涨对于川普接下来民调的支持度会有很重大的影响。那一边呢，美国说有这个军事行动，一边又说想要和谈。但是我们来看到，目前为止看起来以色列到现在还是不想要收手嘛，尤其是我们在军事行动上面可以看出一些的迹象。因为呢，在11号这一天，我们来看到最新消息，伊朗军方宣布说有一架呢入侵伊朗西南部的敌方侦察无人机被伊朗的防空网给击落了。那不知道国籍，但是现在外界推测可能是以色列制的，这个是赫尔墨斯900无人机。
重点是它来头不小，带观众朋友稍微了解一下它的小档案，是中高空长航时的侦察无人机，可以随时进行的是勤监搜的一个任务，能搭载光电、红外线跟孔径雷达，适合侦察伊朗的防空部署还有军事目标。那更尴尬的事情是，大家还记得吗？当时不是 F-35出事吗？第一架，现在是说短24小时之内，2架美军的 F-35战机在阿曼湾的上空接连发出了7700的紧急代码，发生什么事了呢？外界现在怀疑了，因为伊朗他不是说他会有新的一些战争的打法吗？跟这件事情有没有关系？那干哥又怎么看？好 ，OK， 我们先看那个伊朗这个击落了以色列的那个 Hermes 900型哈，其实赫尔墨斯它就是 Hermes 的意思，这是希腊神话里面的竞技神的意思。那它这个 Hermes 900不是一般的无人机，它是大型长时间滞空无人机，它可以在天上待命，等你决定打或不打，可以等你20个钟头，可以等指挥官等你20个钟头，是可以长期滞空的，而且它身上带的，它身上可以带着350公斤的筹载，也就是它可以带4枚地狱火飞弹，所以它不是一般的无人机啊，这次被伊朗的综合防空远程系统打下来啊，所以我是在想，这一架无人机你飞得太里面了，你飞得太深入了，才会被伊朗打下来。现在回过头来看，在阿曼湾上空，2架 F-35同时遇难吗？7700我们讲过了，是紧急代码。对。那这个7700代表说它已经不可控。这架飞机，我现在飞行员已经发出这个代码，就代表说我不可控了。那我们现在来看 F-35，老实讲一句，它有可能会遇到2个问题，2种可能性。第一种是什么？第一种就是说，在24小时里面，2架都发出7700的代码，代表的是他们遇到了防空飞弹拦截吗？如果是防空飞弹拦截的话，发出的就不仅仅是7700，应该要发出 Mayday， 更明确的指令 Mayday， 飞行员直接就讲了，就等于是我已经被击中了，我被击落了。可是，在24小时里面，2架都被击中的可能性大不大？这又是一种不能够让人家能够理解的。所以，伊朗这方面也没有公布正确的资讯，美国也没有。是。但是我认为说，他们可能以色列的美国的 F-35飞行员，他们可能遭遇到什么问题？他们可能遭遇到不是正规的大型防空雷达照射而被击落。他们是碰到什么？他们是碰到肩射飞弹，放在肩膀上，一个士兵就可以发射的飞弹，非常小型。为什么？这种小飞弹它不靠主动雷达的，所以当 F-35在飞的时候，飞弹来袭，它不知道，因为它靠的是被动的红外线导引。也就是说，这个肩射飞弹它是被动，它只要碰到你有红外线我才打你。可是如果是红外线的话 ，F-35不知道。除非是主动雷达照了它，敌方用主动雷达照我才知道说我被雷达照到了，我被锁定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F-35才会开始闪避、躲、发射热焰弹等等。你会被那个最传统、最原始的红外线的那个导引飞弹给骗住了。所以军事武器本来就是这样的，越高级越精密，你越能够抵御。但是那种一个兵就可以带着那个飞弹，你更不知道代表什么。F-35你飞太低了，为什么？你知道我刚才讲的那个红外线导引飞弹射程只有8公里而已，能够打得到你的话，代表你已经等于是飞得在200公尺左右那么低。好，这是第一种可能性。第二种可能性，我们就要讲 F-35它的前世今生。第二种可能性就是，我跟你讲，我电脑出问题了，我必须要迫降。为什么？因为我的电脑问题实在太多了。F-35到现在，你知道，上次我说过，它有800项软体到现在还没解决。800项软体问题没有解决，请问一下，现在解决了一半了没有？不知道。我现在在讲一个最新的，就是说，美国五角大厦问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TR3 计划现在做得怎么样？什么叫 TR3 计划？就是 Tech Refresh。
就是 F-35的升级系统 Block 4，到现在你们公司做的怎么样？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说很快，我们大概明年就会可以做好。那明年要做好，今年出厂的飞机怎么办？他说先用缩水版，结果日本第一个说不收，日本马上不收，澳洲也说不收，然后五角大厦说他们都不收，盟邦都不收，是美国空军自己要收吗？你还要叫我们拿这个缩水版、阳春版，不行嘛，对不对？为什么？因为遭遇到软体的困难，它总共有88项升级，现在通通停摆。一架飞机1亿2千万，你告诉我用阳春的系统，日本说我不要，澳洲也说我不要，所以现在美国空军现在暂时能够收到飞机的都是阳春版，美国不会容许一个公司这样子诓他们，所以他现在到底是遇到的，我跟各位讲哈，只要 F-35遇到了电脑问题的话，它就会发出7700，为什么啊？这个水平尾舵不会动了啊。然后这个姿态仪不对了，那会摔下去的嘛。所以究竟这2架 F-35在阿曼湾上空，后来紧急降落在扎夫拉的阿联酋的基地是为什么？说句实在话，被防空飞弹击落是有可能的，但是呢，这个很可能不能够逃过很多军事网站的法眼。然后另外第二个就是它的电脑系统，我刚才讲那么多。它的电脑系统出了问题，它必须迫降，代表它故障的频率太高了。接下来还会有第3架或第4架，我们也不会觉得奇怪。如果有一天 F-35再损失的话，对美国来讲，对他的对川普的脸就是狠狠的打了一巴掌了。对，好，24小时内2架 F-35迫降哦，到底是内部电脑的问题，还是外部可能有飞弹等等，这个还要持续的做追踪，但是已经让美军是颜面扫地了。那另外一方面呢，这场战争打到现在，到底有没有要停？我们可以确定的是，以色列几乎是可以说是不想要停，还想把美国再拉进战争的泥淖当中。因为呢，纳坦雅胡公开喊话说要进入伊朗强行夺取浓缩铀，拆除它的核设施，到现在还是继续的这样子喊话。但是呢，另外比较吊诡的事情是，那波湾国家的态度到底又是什么呢？华尔街日报在此刻突然间又爆料说，阿联曾经对伊朗境内的目标发动秘密空袭，打的就是伊朗境内的一座炼油厂。那川普此刻好像是想要跟盟友开始划清界限了，他甚至跟纳坦雅胡通话的时候划界说，美伊的停战谈判是我的事，是美国的事情。那上这个又怎么看？其实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主要就是在观察现在这个中东战争有没有一些特别的这个对象，它是一个变数。那在国家方面，其实就阿联酋哈，我想其实阿联酋本身它的除了它先前退出了整个这个石油相关组织，跑去北京，然后就宣布要自主独立。华尔街日报这次披露，他在4月初的时候，可能曾经去偷偷的去打了一下这个伊朗的这个拉万岛的石油设施，报复了一下哈。当然，现在阿联酋自己的外交部是完全拒绝评论，那么这拒绝评论也没有否认哦，所以还是比较微妙的。所以说，就是说这整个现在来讲，对于伊朗或对美国，其实都仿佛有一些意见要走自己的路，所以这个是阿联酋。不过大家其实更关注的，其实还是纳坦雅胡。因为呢，纳坦雅胡最近真的有点火大，就像刚刚思明讲的，哇，就突然又爆发了。我想他已经压抑了1个多月哈，在这个美伊谈判的过程里头。不过其实大家主要还是关注的不是纳坦雅胡个人如何，而是川普有没有受到纳坦雅胡的影响。其实我们最近大家在评估，我想其实在国际上来看，因为过去就觉得说整个这场伊朗战争其实就是美国历来的总统当中，就是川普被纳坦雅胡骗，这已经几乎已经被半证实是如此了哦。所以我们看最近其实川普看起来其实对纳坦雅胡是不假辞色的。首先呢，就是最近其实屡次谈到现在美伊谈判的时候，因为纳坦雅胡跟川普经常都在通电话的，可是呢这里头就有传出川普其实对纳坦雅胡直接讲说 That's my situation。他不是说 my business，my situation 是比较礼貌的，就是说我的局 ，not everybody's sales， 就是说不是别人的事。所以这里有表示说，你不要管我了，这是美伊谈判我们自己尽力，你以色列不要插嘴，也不要提任何的意见。在此之外的话，其实在早期我们知道，在大概约莫3月中的时候，因为以色列又去炸伊朗的油田，在当时其实川普有火大，也有很正式的讲说不准炸。
他有表达强烈，这是3月的时候。其实后来其实还有黎巴嫩美伊战争在美伊谈判开始的时候，又在炸黎巴嫩。其实这个是川普其实历来对于纳坦雅胡以色列比较凶的，他当时就说禁止，而且他讲说 enough 用大写。够了，就是你不要再炸黎巴嫩，就影响我跟伊朗的部分的谈判。所以看起来其实确实是川普对于纳坦雅胡，然后美国有些评论认为说，川普作为商人，他最讨厌被人家当傻子，被人家玩弄。他后来还是真的醒悟过来，觉得被玩弄了。但是这一切是真的吗？犹太人跟美国的关系，川普跟以色列关系真的能够就这样撇清吗？所以也有人认为他一切就为了期中选举，让川普觉得跟纳坦雅胡跟以色列有所切割、有所冷却，来满足现在其实美国国内有很多反以色列的这个声浪。来看到的是美军的 F-35出事了，突然间我们会来看到是它发出了7700的紧急求救的一个讯号。那另外一方面，伊朗也祭出了说另外一个大杀招，就是它的钚哦。这个钚是可以制造200枚的核弹，会不会正式曝光呢？另外，川普在政治上压不住纳坦雅胡，美以经报现在出现了重大裂痕。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我们来看到的是美军不是有最强的逆宗神话 F-35，为什么突然间出事了呢？就在伊朗军方才喊说，如果敌人再度的侵略伊朗的话，那么会重启全新的装备、全新的战法，并且会有一个全新的战争。结果就这么巧，同一天立刻的一架美军的 F-35在阿曼湾的上空，也就是在荷姆兹海峡的附近，突然间发出了7700紧急代码，代表的是战机可能出现，通常会出现这个7700，可能就是它出现了故障，或者是遇险，甚至是失控，才需要紧急的求救。我们来看到第一时间，美军其实没有公开说明为什么7700掉下来，大家也在看说，跟伊朗的电战系统难道有关系吗？伊朗的媒体在第一时间也大肆的报道了这一起意外的事故，那么也被视为是伊朗它过去曾经用肩射飞弹创下来之后，全球首次击中 F-35的记录，而这一次又是第2次的一个最新的记录吗？美国的逆宗神话是不是正在被破解？现在外界也在看到底怎么回事，是纯事故还是受到电战的影响？这一起事件跟伊朗到底有没有关系？赖老师怎么看？电战的影响不能完全排除了因为F-35本身高度依赖网络，所以它的 GPS 如果被欺骗或是被干扰的话，它当然有可能会发生一些故障。这个在过去有发生过这是第一种。第二种，虽然它是高度逆中，但是因为在高度逆中的情形下它本身的发动机所排出来的热气那它本身产生的红外线容易被侦测到，这个也是对于它来讲也是一个致命伤这个对于 F-35都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但是如果说以 F-35的出事率，我们最近怎么老是听到什么 F-35又掉了 ，F-35又掉了如果以出事率的机种来看的话，那其实它不算高因为它的生产制造已经有800架到1000架左右了。那目前掉了9架。可是因为9架大部分都是美国的，那美国大概有600架，美国掉的多几乎都是美国人在掉，所以大家才会感觉就是说是不是美军有问题那因此呢会不会是被伊朗所侦测出来？也就是伊朗的雷达采用这种热追踪的方式侦测到这个 F-35，然后再采用这个俄罗斯提供给他的这种这个 GPS 的欺骗跟干扰器然后造成 F-35本身的误判，这都有可能发生，我们都不能够说排除这不可能发生因为以目前俄罗斯也希望他的武器能够在实战中能够获得证实、获得验证其实如果大陆能够提供给伊朗，但是因为大陆目前是不愿意提供嘛对。但是如果能够借由伊朗的战场，因为目前来讲，美军在伊朗战场中使用 F-35的几率是高的。你如果能够提供给他武器去能够侦测得到 F-35，也能够把它欺骗，也能够把它干扰，甚至让它出事，这个对于这个必杀器来讲是很重要。那我们当然实际上的情况我们没办法完全掌握，不过我觉得都是不能排除。但是机械故障或者维修的问题，我觉得更不能排除。为什么？因为本来 F-35就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它是软硬的一种高度结合的一种战机。这种战机本身在维修方面就很困难，技术上复杂，维修困难，零料件补给困难，
维修的时间要长。那你想，在目前的战争的期间，这2个多月来，美军高度的使用 F-35战机，高度的使用会使美国的中央司令部在 F-35战机的高频率的使用的过程中，它的维修维护的时间够不够啊？它的精密度够不够？还有它本身的零料件的普及够不够？我觉得这个都是要美国自己最后来证明说它本身的维修补给作业在战时中有没有出现什么样的问题。但是这是第2次7700的讯号了。上一次的7700的讯号是这个 KC 啊，这个135，也就是空中加油机。但是那一架飞机到目前为止，美国没有公布它的行踪。有人怀疑说它是不是坠海了，美国也没有说，它坠海了，也没有说它安全迫降，也没有说它降落在哪里，没有。现在的情况，大家也在追踪这一架的 F-35最终能不能在哪里出现。那如果都没有，有没有可能也坠海、飞行员获救等等？目前来讲，美国的军事情报的军事新闻都不满足大众的需要，我们也没办法，因为就要问美国，你什么时候愿意把这个新闻透明化、自由化？这个你口口声声讲要新闻自由，看起来你每次一碰到问题，你都做不到。是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五角大厦真的现在非常的头痛哦，就是他们这种高价值的战机最近真的频频出事，已经是近期内第2起发出7700讯号的战机了。那这一次甚至是 F-35，到底出了什么事？是美军自己内部的问题，修补这个武器的问题，还是说受到了伊朗的电战的影响？其实到现在不得而知。但另外一方面，其实美军五角大厦这边还要更担心的事情，还有就是针对于伊朗的核问题，先前他们很担心的是伊朗的浓缩铀的这个浓度哦，但是现在他们还要担心的是来自于美国核武专家的警告，真正的风险或许不是大家所知道的铀了，现在问题可能是出在另外一个钚这个的身上。来自于核武专家也指出，伊朗的部分核设施是可以透过这些用过的燃料在处理之后提取出钚这个材料的，而且美国国防部高官也说呢，相关累积的材料可以制造超过200枚的核弹。解放军其实呢先前就已经提过类似的观念了，他说日本目前累积44吨分离钚，足以制造5500枚的核弹头。那么伊朗的情况可以说几乎跟日本一模一样，也就是说伊朗也可以跟日本一样一夜永和吗？那小舰长怎么看？其实我们看到现在对于伊朗到底它的核子或者是现在讲到钚发展的这个境况来讲，那美国他们也有非常多的国安人士讲各种的话，可是真正该讲话的是谁？应该是联合国的原子能总署它监控了所有的这一个各个国家的核电厂。为什么？原子能总署到现在吭都不吭一声，但是原子能总署不断强调，也就是400公斤的这一个浓缩铀的部分。那如果我们讲到说是不是可以很快速的做成这个200枚的核弹的话其实应该是肯定的。那只是伊朗有没有这个意愿而已。为什么？因为其实伊朗发展这个浓缩铀，或者是我们讲到说提炼出钚，已经不是最近的事情了。它最早发展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就开始了。那真正进入全世界的这个目光焦点，其实是在2003年之后，也就是伊拉克的红色黎明行动逮捕了海珊之后，现在大家开始把注意力转移到这一个伊朗的身上，这个时候就开始了所谓的P5+1，也就是伊核协议的部分。但是伊核协议后来为什么没有办法推动？那就要问我们的那个川普总统了，因为就在2018年他担任总统的时候，直接退出了伊核协议。现在我们看到的，伊朗跟美国之间的谈判的非常多的部分呢，其实也都是那个我们刚刚讲的伊核协议的遗绪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日本，它是44.4吨的这个钚那我们这个也是很有历史的事。我们来看如果从这个《华尔街日报》它的讲法，这个是2015年的也就是11年前的新闻他们那个时候就已经提出了，实际上来讲，日本它会有很多的
这个布的产生，而且这个布的产生会因为它自从这个大地震结束之后，慢慢的重启核电厂之后，它的布产生的数量更多，所以现在如果按照那个时候的数据是47吨的分离布，如果美国这么在意伊朗的400公斤浓缩铀的话，他为什么不去看一看日本47吨的这个有关于布的问题呢？而且还不只是日本奇怪了，另外还有一个国家也是也就是乌克兰。乌克兰的这个数量也是吓死人。我们看到乌克兰如果按照2022国际原子能总署它的一个说法的话，它到底是有多少的一个浓缩铀来看的话，它这里讲到的也就是从扎波罗热电发电厂，它已经提炼了3万公斤的一个布和4万公斤的浓缩铀，在这2个无论是东亚或者是东欧的战略断层线上的美国代理人的这些国家，例如说我们刚刚讲到的，在东欧的乌克兰，在东亚的日本，他们都有这么多的布跟铀，那为什么美国始终都不讲话，然后一直在追这一个伊朗的问题？其实这个才是真正他那个美国对于地缘政治、大国博弈真正的一个想法。好，所以我们看到其实非常多的国家，不仅仅是伊朗包括了日本乌克兰等等，都可能快速的拥有核武，他们都拥有布这样子的一个原料，这样子的一个材料。但是我们来看到说，那这场战争打到现在，其实川普是很想要停下来的。但问题的关键点就是说，那接下来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会愿意让川普停下来吗？因为呢，纳坦雅胡最近他的这个话语之间显得有点诡异，他不断的强调说，我几乎跟川普可以说呢是每日都在沟通。那大家觉得说他为什么要一直不断的强调，有一点奇怪。卫报这时候就爆料说呢，美国事实上现在已经在主导停火了，而且呢偷偷的还把以色列放在核心决策圈之外，以方的部分官员是只能透过情报系统被动得知各种消息的，而且呢有一些事情是在川普心里对纳坦雅胡非常不满的。最新爆料的是前以色列的外交官透露说，纳坦雅胡当初对川普有下一个判断是说，他3到4天之内可以击垮伊朗政权。结果没有想到，我们看到都已经过了差不多2个月的时间了，完全打不垮伊朗那让川普对纳坦雅胡是极度的不满。还这个时候呢，纳坦雅胡还公开放话说，要直接进去把伊朗浓缩铀拿出来，甚至准备对伊朗进攻。看起来川普跟纳坦雅胡嫌隙会不会接下来越来越大呢？那现在面临的不管是高油价还有面对到盟友或者是内部对于川普的不支持度，会不会川普会把这一切都怪在纳坦雅胡的头上？那老师又怎么看？我觉得倒不是嫌弃的问题，他们俩其实私下我觉得感情是蛮好的啦，不管是父子情谊、兄弟情谊。也就是纳坦雅胡说，我几乎每一天还是跟他在通话，这应该也是事实。也就是因为纳坦雅胡急了，也慌了，川普你不要和谈好不好？我好怕，因为说不好听，你一和谈可能就是纳坦雅胡的梦魇呀，因为他违背他原本最强的意志，消灭伊朗而是以色列把川普拉下这个。不是拉下水拖下水，是拉下泥沼，越埋越深。那现在美国现在原来他讲便宜行事，没有想到你知道吗？他打不起，他不是应该说靠不起了，也玩不下去了。他只好为了他中长利益的考量，他必须和谈嘛。他急于和谈，这时候呢，我如果再跟你纳坦雅胡，虽然你打电话来，我知道你是希望我也喜欢你，但是我会帮你。你可能会破坏我去和谈，我一旦又被你说服，我美国未来怎么办？我选举怎么办？他紧张嘛，所以他怕破坏，是因为他为了考虑未来的隐忧继续发生，所以他会隐藏一些东西不让他知道。现在我看连以色列的莫萨德这个系统都可能拿不到 CIA 的情资，都不知道川普你到底还要怎么做，因为纳坦雅胡怕了。还是一句话，攻打伊朗一开始，你看就是以色列之重中之重，不是这样吗？好，从这个当时的巴勒斯坦开始，大家都知道这一路的故事，从历史看到现在。但对美国来讲，你是重中之重吗？基本上不是。好，他只是便宜行事。我这样分析过，第一个，他顺便帮你他喜欢的以色列呢，他喜欢的犹太族去攻击伊朗，也可以达到他要的目标。第二个就限制你伊朗的
浓缩铀我可以完胜。他一直以为像那个委内瑞拉的做法一样，我一下可以轻举你，然后可以完胜哦。你的这个核武的这个计划，你可以完全被我否决掉、抹灭掉。你的导弹就不会再做哦。未来你代理人，你也别想去帮代理人做任何的这个支持了。他以为他可以让以色列开心，第二个也可以完全完胜这个，完全制约这个伊朗，结果没有想到输了。第三个，他原来还偏心，认为说我这一边一定很轻松打完嘛，打完以后国际盟友一定对我更肯定，觉得我够厉害。第四个很厉害，他可以降低自己的威胁，因为只要伊朗是他敌对的这个国家合作出来了，甚至导弹做出来，就是他将来的一个威胁。最后一个原因就是他的最大对手大国博弈的我们的对岸，他可以用这样子打击伊朗之后，让对岸知道，开玩笑，我们是什么国家？你看，你的好朋友，伊朗基本上 Queens 嘛，算是美国称的所谓的中俄之间的好友。这时候你就不要再这个跟我敌对了。我跟你讲啊，这个问题很明显，也就是纳坦雅胡现在急了，他必须常常要跟川普讲话，可川普有点害怕，一直讲会被说服，所以会想挡他。因此，他们倒不是所谓的嫌隙，而是他们的战略方向的确产生了冲突。他不得不做为了自己的中长利益，做他必须要急于和谈的做法。